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一期年度最爱的彩妆上脸。上星期就是大姨妈刚走哈，可能是因为大姨妈的问题，也有可能大姨妈走之前疯狂了一些，大姨妈走之后我又连续几天喝这个四物汤啊。现在是早上我又搞了一杯，太烫了，看到吗？还在冒烟儿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发现。这个痘痘你知道吗？它都是从以前长过的地方在长。其实这个痘痘上星期已经好了，但是它好像又冒出来。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疼痛感了，就是按压没有什么疼痛感。你看这儿有一个也是已经好了，凸起还在，还有这个地方，它这旁边又长了一颗，就是紧贴着这个痘痘又长了一个，还有一个是昨天我才发现，这儿有一颗，以前有一个小痘印，然后从这个痘印旁边又鼓出来了一颗。反正都是属于里面发出来那种痘痘，你看这边就很好，它不是属于那种细菌感，然后这边就好到爆，就一颗痘也没有，而且皮肤非常的细腻。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肤况哈，之前看过我视频就知道我这个人是金牛座哈，就是什么东西好用的话，我就会一直的用到底，就是喜欢的不得了，打心底喜欢哈。所以今天就是今年我认为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彩妆，都汇集在这一个视频里面，然后都上在这一张小脸上给大家看看哈。那之后呢，会跟大家再去分享我的今年用的比较多的护肤品啊、身体用品啊、这个头发用品啊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了。第一步呢就是妆前哈，今年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一款 Hourglass 金盖这款妆前。这个妆前整个用下来呢，就是它还是比较适合我皮肤的这种感觉，因为我的皮肤的主要问题就是毛孔粗大，爱出油，出油之后啊，粉底有的时候会浮上来嘛，浮上来之后你稍微手一蹭，那个粉就挤成一道线或者挤成一坨了。所以说，一个是需要它有一定的这种控油效果，然后能帮我平复毛孔哈。它这个平复毛孔，我认为它不是说是填毛孔，它的感觉是擦在脸上之后呢，会让你的皮肤更平滑。然后后续的上妆来讲的话，就非常的顺滑。在毛孔上面去对比的话，它就没有专门用于平毛孔的给力，发现了吗？它会把你脸上的一些油脂吸附一下，吸油的效果还是有的。粉底也是这个 Hourglass， 我有做过这个全天测评，我把视频放在这里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直接点涂。那我上粉底呢，首先呢，我是要确保它的清透性，就是尽量不要粉感，不要太厚，不要太白。对，我用的这个色号是5号。其实，在我的脸上还是白哈。每次在那个柜台上买这个东西啊，买这个粉，我总是怕它会跳白。前面的妆前就很顺滑，所以它其实很容易就拍匀了。哎呀，我又挤多了，还有这么多。尺寸秀的眉笔02，那我就先把眉毛刷一下。它这个问题就是不带眉刷。可以搞一个眉刷，先把眉毛刷一下。其实我对眉笔的并不是很挑剔，就是你要持妆，因为我后续爱出油嘛，然后经常后半截眉毛就没有了哈。再一个就是要顺滑，不要里面有那种你知道画的时候会有那种疙疙瘩瘩的呀，会有那种粉掉下来哈，这种是不行的。所以说，其实满足我这种需求的眉笔是挺多的，我没有太过于追究哪个品牌的眉笔特别好用，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。我说句实话，我感觉都差不多。我没有用过任何的眉笔让我觉得哇，这个眉笔跟别的完全不一样。真的没有。如果大家用着有类似不错的啊，就这种啊，让你觉得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拥有，它就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你一定啊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，让我也去试一试。生锈了，我就是削成这种砍刀型的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已经有点圆润了，不是那么尖锐了哈。我自己还是可以用的。然后我的眉毛呢，就是前面一点点画个几根儿，后面补一下，又用了。起码有两年多2、3年了，一直在用这个画这个眉毛的毛流，只画前面一点，因为我眉毛是属于自己的眉毛属于特别的长，所以我不能把它完全立起来，立起来就有点太宽了。往上刷的同时，再往下稍微压一点。有眉毛的地方就特别的丰富，没有眉毛的地方就一根都不长。今年的痘印确实有点多，跟我的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，因为我不是喝咖啡爱长痘痘嘛。那今年呢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就不得不喝咖啡。不喝咖啡，白天就完全没有办法醒过来。那我这段时间因为长痘比较厉害哈，你看冒出来3颗，就是属于那种大痘，是属于大
痘，就是那种火尖的那种痘，所以有点吓到我了。那这一段时间我又把咖啡又停下来了。NARS 的这个 Caster 特别好用，这个把所有的产品信息我都会放在下面视频的说明里面哈。就它是属于比较适合我的肤色和整个肤况的。一个是我需要一个扒得很紧的，就是你能一天出门，然后这个遮痘印这个东西啊，它可以干巴一点啊，可以干巴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是它不能掉。啊，我是对它有这样的需求，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你又让它一天整天下来保持这种湿润啊，不能让它能坚持一天不掉，我觉得很难，很难求。如果有的话，也可以告诉我哈。这个呢，就是它在一天下来，在我脸上，它会有一点点那种干巴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哎，好在它能持续一天，让这个痘不露出来，这个就可以了。我的方法就是先放在这里，不要动。然后先画后续的，最后把它再晕开。看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的哈，看的不是很明显。接下来修容啊，用的这个 Fenty Beauty 的比较方便，说开就行了。我这个人是属于我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跟大家讲，我只是觉得什么东西最好就简洁化是最好的，我不喜欢把事情搞复杂。当然了，如果稍微精细一点的话，那你可能画出来人会更漂亮。缩小鼻头呢，这一招那个跟年轻小宝宝们学的，叫画一下是吧？就会让鼻子小鼻头更翘一些，有没有感觉？把刚才遮瑕的两边给它匀开，中间稍微怼一下就行了，主要是把它给堆散，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用，不需要太操心，就能把这个东西怼得很匀。眼下遮瑕呢，我选的这两种，一个是 MAC， 一个是 Bye Bye Under， 这两个算是我用的比较多的。日常生活中，我在小视频中有跟大家演示过，就是我的日常通勤比较懒的时候，我就只用一个遮瑕，就把这痘印儿啊，把这个眼下呀提亮啊。一个东西就完成了，但是如果出门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更方便，因为它的颜色比较多嘛，它就使用的范围比较广一些。那我今天呢就用这个哈，就是我们前面上了这个粉底啊，其实用手它是不会打架，需要的地方一点点就可以了，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。因为这个东西挺黏的，你有时候拍的它会有一点点你的手纹啊，那个使用度最高的就是这个 Natasha 的这一款，这个是小盘的眼影，它叫做 Mini Glam， 就很好携带，真的去哪里都可以用，日常和有什么活动哈都是可以用的。米色的，带圈在底打个底，感觉像是米色，它有一点发棕色，看到吗？就是比它的盘子里的颜色会稍微发红发棕一点。一下这个眼睛就大一圈是吧？我的卧蚕下面这一块褶皱上，这款颜色很漂亮哈，这款颜色就涂在眼尾，直接上手。这个粉色最后面这个颜色涂在眼头，它是粉金色，粉里带着金，清理一下。用这个棕色 Leo 的黑色眼线胶笔，下眼线的这个棕色笔贴着眼尾根部把它晕染一下。你用的唯一的眼线液笔还是这个美宝莲的，会拉长。这个眼线液就是很细，很细就是比较方便。那眼头呢，我就用任何这种浅色的，把盘子里面哪个拿到手里面就用哪一个，点亮一下。先可以把刷子扫。用的比较多的，我比较喜欢的还是这个 NARS 的大白饼，就是又顺手又方便，它还是有控油效果的。虽然说没有那么厉害，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我认为我这么爱出油的人用它，也足够了。就是你一天下来也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出油的状态。MAC 是非常喜欢的，这个我买完之后我就立马又囤了第二块。这个呢，就是擦上去之后呢，你眼下的
如果要有细纹呐、爱卡纹啊什么的，它会让你的眼下特别的顺滑。就是有的人会用全脸，我有时候用它也会用全脸，但是它有一点点泛白，所以如果你不太喜欢就是特别白的妆效的话，你用到全脸的话，就会觉得满脸都是白的哈，立马摸上去那个小脸儿就特别的滑。这个兰蔻的，我先打个底，然后再用它。兰蔻打底特别的好用。如果我要囤睫毛膏的话，我就会囤这个打底。睫毛比较短、比较硬的话，我强烈推荐这个睫毛打底。下睫毛的无中生有的效果真的是超赞。这是 Beauty 的这款睫毛膏，这个睫毛膏挺好用的，就是美中不足，也是刚才说的，就是睫毛头，它怎么这么大呀？那眼睛太小的人，你看，还有我们这种比较扁平的眼睛的人，就很容易挂在脸上。好了，没有假睫毛，在视频里面一下子眼睛就哗嚓就放大。Butter Bronzer， 修个脸颊，我是一定会用修容的，这个已经被扫不出来了。立马脸上就有颜色。腮红这都不是去年了，这是我真的是用的最常用的，就是这个蒲公英的腮红，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，这才铁皮，而且我几乎每天都有用，就是几乎每天都有用。有时候如果要是在家不出门哈，我也就不打腮红了，也不化妆。但是只要我出门，我即使不化妆，我就是腮红修容啊眉毛啊这些都会意思一点。但是为什么别人都会用的，我这么省呢？这应该是好事儿吧，就是很耐用。我真心觉得所有的粉状东西，我用个几年没有问题的，3、5年都可以。而且我还是属于那种真的是相比别人来讲，属于身边的朋友来讲，属于比较爱臭美、比较爱化妆的人。那我也没有说一下就把它用完。刷子其实并不好用，但是我已经习惯了，就是稍微的点在上面一点，就这样可以。不用这么多高光，我始终觉得这个 Essence 啊，这个。是最好用的，就没有之一，而且它这么大一块，我觉得这个用10年、20年都有可能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看它是一个非常看得清楚吗？非常低调的高光，很适合日常使用的，而且你拍照什么，大家都完全看不出来你擦了高光。我觉得素颜也是完全可以用的。看到了吗？它是不是那么的闪？你素颜擦上去呢，它也不会有那种闪光的颗粒感，但是它真的就是擦哪儿就立马很自然的就亮起来了。平时就那么几个点儿，定点扫一下，一会儿我觉得10年都有可能啊，10年都用。MAC 的唇笔啊，现在我是特别喜欢用唇笔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你看刚才涂完眼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眼影脏兮兮的啊，但是眼线和睫毛一画就干净了很多。其实嘴巴一样的，如果你想让这个人看起来更精致一些，比较容易被别人注意到的地方，这个唇线笔是必不可少。MAC 这个 Sur， 我觉得它就非常的日常，比较适合亚洲女性和现在欧美也比较流行的粉红女孩的这种妆容。颜色呢是这样子的，它也不是说特别的粉，它是粉中有一点点的橘。左边的唇线的时候总是会凹进去，用右手画右边的唇线总会凸出来，所以这个每次我画完左边，我又要再给它描一下，稍微往外凸一点。唇膏选了很多，我觉得我今年用的最多的就是 MAC 的这个921，颜色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唇线的颜色还是蛮接近的，哑光的，这个哑光特别适合秋冬季节。戴个围巾啊，什么穿个大衣，戴个围巾，有一点点闪，然后显年轻的这种气色的时候呢，会加一个唇釉，是这个 Rimmel 家的，我就用这个是不带颜色，但是它会有一点点金色、金闪啊，你看它能保湿一整天，你只要不把它擦掉，它就 forever 在你的嘴巴上，然后呢，让你的嘴巴绝对不会感觉到干燥，它会有一点黏。你想保湿嘛，它多少会有一点黏，但它也绝对不会是属于那种拉丝的黏啊。直接加一点点在这个唇膏上，让你一整天你的嘴唇都是特别的滋润，就立马亮起来。今年比较喜欢这种 Benefit 的这个。
它这个就是喷出来的太少了。OK， 以上就是今年的所有美妆类我用的最多的啊，就是特别喜欢的、用的最常用的这些爱用物分享，全部在我这张脸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还可以哈，还不错。OK， 如果大家喜欢此类视频，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